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现在请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爱情保卫战》的官微，了解更多的情感故事，参与我们的情感在线互动。我们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他们是著名的媒体评论人于博宏于老师，欢迎于老师；心理专家于继静老师，欢迎于老师。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华谊嘉信的高级副总裁曲伟曲老师，欢迎曲老师。还有你们的爱情导师涂磊涂老师，欢迎涂老师。今天是一个男人帮的阵容哈，来看看他们如何帮助今天的嘉宾走出情感困惑，了解一下这对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们结婚3年了，2个人的工作都比较忙。其实呢，我也看到他为我改变了很多，但是这也不成为他忽略我的理由。在平时生活中，我老公也不懂得浪漫，缺乏仪式感。其实我也只是想他对我体贴多一点而已。他这个人太强势了，脾气也比较暴躁。有时候原本想关心他，却抄来他的训斥。不去问候呢，他又怪我不闻不问。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让我们掌声请出这对夫妻，掌声有请。男嘉宾黄先生30岁，来自广东个体；女嘉宾黄女士29岁，来自广东个体。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结婚几年啊？3年。有孩子吗？还没，还没有。计划。好，正在计划啊。对，还没呢。好，还没呢。对呀。哦，这么大的问题都没达成共识啊。其实呢，我觉得我妻子呢太强势了。哦，咋强势啊？脾气也比较暴躁啊。因为呢，有时候想去关心他的时候呢，却招来埋怨。就他不理解你是吧？对对对。啊，就是有时候不关心他呢，他又说我对他不闻不问，所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不是的，有时候还是挺温柔的。我感觉就好像一个母老虎一样。这个词在北方不要这么用啊。在你们南方用母老虎这个词，对女生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凶咯。他是怎么凶的喽？2年前嘛，买车的时候，原本我都自己有车的嘛，就是他非要喜欢其他品牌，就要我买多一辆车，我就觉得这样太浪费钱了嘛，何必再用一笔钱去买车呢？车只是用来代步而已啊。其实因为是我们要做生意嘛，那做生意本来就是应该要体面一点啊。那如果不买多一辆车的话，说真的，有时候他需要用车，那我怎么办啊？那我自己坐公交车吗？那所以我觉得买多一台车只是为了方便，但是我没有用过他1分钱啊，全部都是我自己的。哦，车买了，然后呢，其实他也不怎么开车，就好像平常出去的时候啊，车也是方便嘛，他都自己很少开，都是我开的。就好像那一次在广州出去南站的时候嘛，我一般都是走那个路线的，那我就不看导航了，那我就直接走了，然后走到那条路是塞车，他又埋怨我。是因为我那天赶着要出差，那本来我看着那个导航，本身那个导航就指引着他走的那条路是塞车的，那我就叫他你不要走那一条路，不如换过另外一条路吧。然后他不听啊，搞得我差一点就迟到。那你可以选择早一点出门啦。那我为什么要早一点出门啊？我可以时间刚刚好的呀。你就是没有计划好时间。为什么有导航不看？为什么一定要早一点呢？那科技是带给我们方便的，但是也要根据现实啊。现实就是科技带给我们方便，我看导航不行吗？可以。这就是有时候太现实了，就好像买包包一样，其实也有很多品牌啊，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些奢侈品这么高端呢？女孩子本身就应该有这些啊。但是你要衡量自己的状况嘛，本身在现在创业这个阶段，钱也赚不了太多，你还要买个几万块的包包，都等于我半年了。你赚不到不代表我赚不到，只是我不告诉我的收入给你听而已啊。那你何必每一次都要难为我呢？我什么时候难为过你？我有教过你买吗？那你在朋友面前有时候就说我怎么样的，那在现场里面我很难受啊。很难受，那你就不要跟我一起出去啊。所以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啊，主持人。行，我问问啊，你们俩这钱是合在一起花呀，还是怎么着？就是家庭支出是怎么样的？分开的。
啊，分开的啊。水电费都是老公交的。啊，那你然后我是负责那些吃啊，然后停车费啊、停车场啊、违章啊等等的那些。哦，那显然你的支出比他应该多一些哈。对。是吧？承认吧？稍微多一点而已啊。好，多一点，就是钱还是各管各的，是吧？对。啊，夫妻双方挣多少钱，彼此也不知道，是吗？我知道他，但是他不知道你啊。那你给我们说说这个，你们俩谁挣的钱更多一些啊？我。哦，大概多少？我不懂得算数哦，但是就是我老公有时候几万，那有时候我就10几20万呢。这差距还挺大的，也就是说他挣几万的时候，他就10几20万了啊，算账嘛，2倍2到3倍左右，差不多吧？差不多吧。一年的收入下来都是这样吗？还是只是指偶尔的举例？1年吧，总之因为我的项目比较多。就是你的生意做得比他好。对这个刚才我上来就问结婚几年，要不要孩子，其实2个人就出现冲突和矛盾了。你说想了是吧？你说压根儿还没计划呢是吧？这个没计划的原因是什么呀？是因为我觉得女人嘛，起码要有自己的事业，而且呢，因为要想后代，那如果以后后代可以就是过得更加好的话，为什么我现在不努力一点呢？那他都说了，现在还是创业阶段嘛，赚的钱不多嘛，那还生什么孩子，自己都不够花。我想着就是男人嘛，30而立，现在父母还年轻嘛，就是他也说了帮我带一下啊。现在家里面的事儿基本谁说了算呀？都会商量的。都是他说了算。也不是啊，我有跟你商量的。你的商量都不是商量的就好像有时候出去吃东西嘛他问我吃什么，然后我就介绍他吃米饭啊，然后他说米饭太胖了有时候然后就吃披萨太热气了。其实他心里都已经知道自己想吃什么，我提出来只是给他辩驳，最终吃什么都是他自己决定的。不是这样子的，是因为我觉得他不够了解我。那其实他知道我喜欢吃什么，我喜欢吃辣的，但是呢，他不怎么喜欢吃辣，就硬塞我吃他喜欢的东西那最后到底是吃了披萨还是吃了辣火锅呢？吃我的。对，所以男生觉得其实也不是什么商量，是吧？对，家里面的事儿基本你做主，你承认吗？大部分呢，其实很累的。那小部分他能做决定的是什么事儿？我很好奇啊。现在他都不会做决定，都是我来的了。所以你会觉得脸上无光这男人在家里说什么话都不算，你说这个是有点憋屈哈。对开个车都得听他的是吧？对。那你觉得他有什么大问题吗？我觉得我老公就是那种不浪漫、缺乏仪式感的。因为12月份的时候是我的生日嘛，然后呢，他问过我你有没有想去哪个地方，然后呢，我就看着他，算了，还是不要了，省一点吧。然后呢，反而他兄弟生日，他把人家的生日搞得好好看啊。我那天的生日呢，就在家里面很无聊我问他生日那天我已经安排好了，去哪个餐厅吃东西，然后夜晚就去哪个地方去逛街。他说：“哎呀，不用那么浪费啦。”然后我听了他说我这不用浪费，为我着想女孩子说不要就是要，你究竟懂不懂？那你可以直接跟我说啊。认识了我那么久，难道我什么性格你不知道吗？那我接收的信息都是这样子，你说不用我就尊重你，我就不去啊。这叫做尊重啊！对啊，你说不要了，当然我们就不去了，对吧？对啊，因为你让我们导航开车，我们没导航你都生气了，对吧？对，我们要听太太的话，是不是这么想的？是啊，但是女孩子也有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反正比较复杂，比较难猜哈。你们俩谈恋爱谈了多久结的婚啊？1年。谈了1年哈。小4年的时间也过来了哈。你一直强调说这个男人不了解你，对吧？那他有什么好吗？他都有的，就是起码第一就是对我比较专一一点呢，然后他有时候对我也是挺好的，只不过是我自己个人要求太高而已。他对你怎么好啊？好像我每次出差回来，他都会去东站啊，或者是南站，有时候在机场会接我的。还有就是有时候就是我
没有空陪我爸爸妈妈吃饭的时候，或者是干嘛一些家庭聚会，他会代表我出席，而且还帮我圆场。打圆场。对啊。除了强势之外，应该都还挺可心的吧？其实他是刀子嘴豆腐心，我明白的。其实我想他为我改变一下，就是平常对我温柔一点，多点问候。因为男人出去做事有时候真的好累的，我也回到家想得到他一些关心。其实我也有很关心他的那一刻呀，因为他什么事情都会放在脸上的。然后我感觉不是这么开心的话，我也会问一下他的。然后有时候他会选择说，有时候会选择不说，有时候会选择说一点又不说一点点。我就是一个没什么耐心的一个人，你说就说，不爱说就算了。哦。还有就是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就是不是应该所有东西都是我来做主，其实我都很想他去做主的。不过他在他做不定主意的时候，他又来逼我做主哦，那所以我是没办法。男生可能会觉得说，我也需要关怀，你为什么不能给我？他的重点抱怨点是你太过强势了。女生其实挺独立的，这个事儿也特别奇怪，就是女人不独立的时候，你会说太依赖男人不好。女人太独立的时候，男人又会说你那么独立干嘛？你还得靠靠我哈！你要不靠我，让我觉得我也没有什么存在感，我也没有什么价值感。你们听听老师给你们的建议好不好？来，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作为妻子的，今天在这样的公共平台，我看到你的冷，但是你的强势显现无余，痕迹明显。我可以断定，在家里他的这一些词汇语气那更加的强势。我说的有道理吗？你刚才也讲了，你对他不满意的，到家里连主意都拿不定了，决定都不会做了。但你有没有想过，作为一个丈夫，他在家里他拿不了任何主意，这是一种退化，这是一种麻木，再接下去就是一种冷心了。所以你在家里不但要做主，有时候也要民主啊。我经常说，女人在家里你过度的强势，有时候真的好景不长。就像你在外面忙，你的事业比他出色，但是回到家里，外面的酸甜苦辣，甚至自己的有一些成绩和自己的丈夫分享探讨，甚至倾诉，对他来说就是一种尊重啊，他就是一种满足啊，他就有一种成就感啊。另外，做一个妻子的，多给丈夫一点面子，多给丈夫一点尊重，特别在你强势的时候，考虑一下丈夫的感受。好，谢谢博坤兄。谢谢老师。来，于老师。一般来讲，非常强势的人呢，往往其实不够自信，他通过强势来去掌控一些局面，来获得安全感。在今天女方的表现，我看，她不是强势，而更多的是自信。她收入高，工作也独立，她对你了如指掌，从来不担心你。但是她什么情况你不是很了解，这就有一个风险，就是如果两人关系再不好的话，她可能会觉得你是不是不爱她了，是不是外边可能还会有别的人，连孩子都不给自己生。我问一下男方，恋爱的时候是你追的她吧？是。好，但是不是现在觉得好像没有追到的感觉？对。正领了，妻子也是我的，但是发现什么都是游离的，我抓不到。如果感情再恶劣下去，就有可能会觉得你是不是真的不那么爱我。从这个场合来讲的话，他爱你远远比你爱他爱的更多。其实你自信也没有关系，你收入高也没有关系，但是是夫妻呀，那意味你所有的自信，军功章有他的另外一半，那不是你一个人的自豪，不是你一个人的骄傲，是双方的骄傲。所以现在就不是一个人的事儿，是两个人的事儿。那你要注意一下他的感受。所以呢，通过今天的这个方式来讲的话，我觉得女方稍稍的回归到家庭当中一点来，停下脚步，回头看看那个一直爱着你的人，好不好？好，谢谢于老师。来，曲总，因为你听惯了说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因为你去争辩也没有用，所以说
你已经疏于去关注他内心真正的想法。他跑得有点快，甚至于你都懒得去想，哎，他挣多少钱呀？因为内心你对他是有信任的，你是爱他的，你觉得他挣再多钱也不会有什么别的心眼儿，所以说你懒得去关注很多的细节，包括他需要在某些时间节点要有仪式感的这种浪漫，你懒得去做，你甚至懒得去揣摩他的心思。我不相信你3年多的时间你不了解他，他喜欢什么事情，说我们要不要去办一生日 party， 你心里知道他一定是想的，虽然他嘴上是说我不想，你了解他的，你追他那会儿他肯定办了很多的那个类似这种仪式，他很开心的，对不对？为什么现在不愿意去做呢？为什么呢？因为你疏于去做，而且你愿意给朋友办了一个很好的生日，对啊，其实你是有这个心思的，但是没有用在他身上，这是他心里的不平衡。同时呢，他其实是很了解你，你挣再多的钱，我相信你也不会去乱花，也是为这个家庭去花。但你真正希望他做到哪一点，一定要跟他很充分的去商量，而不是通知。你也过于的懒，一种急躁的表现也是懒的表现。为什么？你懒得去跟他去商量、去探讨，你懒得听他说话，说直接就这么做了吧。所以说你疏于对他的一个沟通，其实这方面就会显示出你对他不够尊重，他会慢慢的，他就干脆得了，我就这样，你说了算吧。所以你们俩缺乏真正有效的沟通，所以说尽快的坐下来一起商量商量，我们中间出现的问题到底在哪儿。所以说调整了自己的这个目标，达成共同的目标之后，你们的很多矛盾都会解决的。所以说我不认为是强势与不强势的问题，一定是你们没有达成共同目标的问题，好吗？就这样。好，谢谢曲总。来，涂老师。女人如果要是太弱了，弱到完全依赖男人，男人是不喜欢的。女人要是太强了，强到不需要男人，男人也是不喜欢的。所以原则上来说，应该是人格上独立，情感上依赖。那这个分寸怎么把握呢？其实说起来也很简单，你可以强势，没关系，有很多女人是母老虎，但是这一辈子都很幸福。关键在于你也愿意把自己最脆弱和你自己的短处揭开来给对方看，这样的话对方会感觉到一种被信任和有价值。你看他在外面那么强又怎么样，他只愿意把他最暗的那一面展露给我看，只有我才可以给他这种安全感和抚慰，于是他就会感觉到我是被需要的。明白？明白。对于男人来说也是一样，弱一点也没关系，没有必要说男人一定比女人要能挣钱的，没有这个世间的道理。在很多家庭生活当中，男人就是弱，但是弱没关系，最关键的是在于当他把脆弱的那一面展现给你看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要强。我虽然没能力挣钱，我也没能力养家，我工作上也不如你，但是我能抚慰你内心的短处和你的脆弱，你明白吗？明白。所以我说女强男弱没有关系，很多阴盛阳衰的家庭过得很长远，但关键是在于真正强的那个人丝毫不吝惜展示自己的弱，表面上弱的人其实能够在关键的时候强，这才叫夫妻之间的取长补短。生活当中我们每次在因为矛盾或者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总会发现夫妻呈现一种态势，就是一个此消彼长，你强了我就弱，你弱了我就强，这就是真正的夫妻过日子的相处之道，明白吗？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所以最后我们把4位老师的话总结在一起，基本上面会达成一个什么呢？在夫妻生活当中，坦诚是最重要的，要让彼此知道对方最需要的是什么，如果感受不到，说给他听。第二个是夫妻之间其实没有强弱之分，不要让这个性别的东西在这里面作祟。第3点，一段这个好的婚姻是需要把所有的心打开，让对方感觉到的。第4点是说，在一个家庭当中需要一个共同认知的目标，这个目标其实今天已经摆在这儿了，其实是摆在这儿了，因为你看，经济上，你干你的，他干他的，个人经营，对吧？生活里需要
相互的温存和依赖感，这个都是需要的。现在不需要，因为工作填充的很满，慢慢你会发现逐渐会需要这个东西。那下一步还有什么共同目标呢？你们找嘛。这我想老师们都分析完了，所以我们把这4点总结完了以后，供你们参考一下。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其实，刚刚老师讲完以后，其实我有反省过的。其实真正的强者就是你，不是我。其实我不是什么强者，我只是比较关心你，就是在平常的生活上，你是我的所有来的。所以其实在平常生活中发生什么事都好，我都体谅着你的。但是呢，我之后呢，我会负起我男人的责任，在你身边有什么问题我都可以帮你解决。在之后的日子，我会改变我自己，在你身上付出更多，让你感受到我才是真正的强者。还哭了？来吧，看记忆箱里有什么记忆吧，请开箱。我不开了。为啥？因为我对我老公太了解了，他应该不会变的。那你呢？我要看。好来。来，请关门。来吧，我们来看这对夫妻的选择吧。来，请开门。我就知道那是爱，不然来，发现我正在将爱一点点说出来。哦哦哦哦哦，快乐涌上来。来，男生那个盒子是什么呀？是我当初求婚的戒指来的。哎，你怎么把求婚戒指给他放进去了？因为那个时候是最感觉到幸福还有憧憬的那一刻来的，因为那一次的求婚是最有惊喜的，是在我没有任何准备之下，他约了一大帮的朋友去到别墅里面去求婚的。所以其实还有从另一个层面来说，人呢永远是希望要的越来越多越好。如果他不顾家，你们俩天天闹，哪还有什么心思想着惊喜啊？所以有的时候知足也会常乐啊，慢慢来吧哈，我觉得不错哈，祝你们开心。谢谢。加油吧，来，好，请回吧。好，谢谢各位老师。接下来来看看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他这个人太啰嗦了，对比起来，我觉得我自己太女汉子了。平常遇上一些事，他也没有男生那种很果断的感觉，然后反倒还怪我说我太独立了。我工作太忙了，他说我们没有时间沟通啊什么的，然后很多事情我自己决定，然后他就觉得我可能不需要他什么的，所以我还挺彷徨的，不知道怎么解决。我太太工作太忙了，有时候回到家连聊个天的时间都没有，但我觉得两夫妻总该有个沟通的一个时间，这样的话他做什么事情都一个人决定，好像完完全全不需要我给意见啊或怎么样似的，但我觉得这样我是需要一种存在感。让我们掌声请出这对夫妻，掌声有请。男嘉宾张先生29岁，来自广东销售；女嘉宾陈女士26岁，来自广东设计师。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今天好像妻子要来控诉丈夫是吧？其实是这样子的，因为我可能比较啰嗦一点，但是我的出发点比较为他好，但是他总觉得我是要刷存在感，变成了我觉得好像
好像他不需要我，但是我又好像要突出自己的要存在的那种感觉。我的性格比较女汉子嘛，然后他的性格比较啰嗦一点，然后有很多事情他会重复不断的说，然后而且我工作很忙，然后他就觉得说我没有时间跟他沟通啊什么的，然后我也是很矛盾。我觉得工作忙就是很正常啊，然后他就觉得可能两个人要更多时间待在一起才是正常的。他工作忙到什么程度？有时候回到家可能就已经很晚了，然后就倒头就睡了，基本上第二天一早又要出去，可能几天下来我们基本上连说个话也说不上。就是渴望跟你交流嘛。太啰嗦了，他每天会说起码10遍以上，多喝开水，多穿衣服，每一天哦。然后我说好，我知道了，但是还是会不断重复。我的出发点是为他好，因为为什么呢？举个例子吧，就好像开车的时候，因为可能我的经验会比他多一点，那他可能相对驾龄没有这么长，可能我会说一些很多细节啊，或者让他注意的地方。但是因为车里面就只有我跟他2个人，但是可能他没有任何的回应，就我看着他说，他连点个头都不会给我。但我就觉得你是听不到还是关注着在开车，但我觉得你要给我一个回应，起码也算是尊重一下我吧。就是很烦啊，就我家里有养宠物嘛，然后他老是会说，我就只顾着玩，跟他们玩，然后什么铲屎啊、喂的都是他做的，然后我就觉得不是工作忙吗？我都没有时间，我不可能凌晨回到家我还得喂，还得铲屎，然后就没有时间睡觉了。就是我角度可能会延伸的比较长远一点，万一以后有小孩的情况下，那是不是他就丢下了什么都不管了？那难道喂奶我可以喂吗？小孩跟这个不一样吧？除了这还有别的吗？就很多小事他管得很宽，就比如说吃的，然后他不爱吃辣的，我爱吃辣的，他可能会不让你吃辣的，然后我爱吃生冷的，什么日本料理那种啊什么的，他也会说，不要去吃那个。我也不是说要求他不要吃，只是尽量少吃点，因为吃这么多辣或生冷的对女生也不好。可能出发点就是为他好，但是可能我比较啰嗦一点，但是他有时候说话很直，就是他性格比较女汉子一点，但可能我心思可能稍微细腻一点，但是可能他有时候有些话就说的我感觉就很不舒服，但是如果我要去强硬给他的，那2个就吵架了但这样长久下去，我就觉得总该要协调一下这种。比如说他说什么话很不舒服呢？举个例子吧，就好像有一次我们去朋友 KTV， 但是他是签到的，那些朋友都知道我们是夫妻俩，那很正常。我来到之后，他们可能会主动让座，就你坐这边这边这样。挺好的朋友。对，但是他就突然间说为什么要坐在一起？那全场就突然安静了，那我也就感觉突然间很尴尬了。那个只是开玩笑啊，就我平常我是一个很爱开玩笑的人，然后我可能开一些玩笑，他可能不懂那个点，他就会板起个脸，就会然后自己想他自己想的东西，就像女生要哄啊那种，我就是不爱哄，我就觉得我就开个玩笑，你有必要这么认真吗？不是，你们俩是怎么结的婚呢？我们2个认识很久了，然后本来就是朋友，可能有8、9年了吧。本来就是朋友，然后一直都没有说有什么要想在一起的，然后就突然间有一年可能大家都单身嘛，然后就聊天，然后聊着聊着，发现其实我们3观是合的，但是因为性格有些东西，本来我是急性子，他是慢性子，有些东西就是需要磨合，我们就是在这个磨合上面很尴尬。可以这样说，就可能我跟他认识很多年，其实也没什么交集但可能就大家就是只是认识的朋友，但后来可能通过一些朋友的聚会啊，然后就熟悉了一下子之后呢，可能聊上话题了，然后慢慢聊的过程中，聊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其实慢慢产生了一种情侣那种喜欢的感觉吧。但是慢慢后来就有意向的我是有意向的去想发展下去的然后慢慢可能聊着之后呢，经过了一些很多事情，可能慢慢觉得大家可以在一起。你们聊了多久结的婚？聊了应该有几个月吧，应该就在一起了。然后在一起之后才慢慢后来才考虑到结婚的结婚多久嘛？结婚了应该还不到1年。就还不到1年都这么冰冷了？
就是可能性格上她很直，说难听点，就真的是女汉子，她可以所有东西都一个人全部把控的，就是她其实是不需要你的，是吧？对，感觉就好像不需要我。其实我做销售我也忙啊，但是可能我相对她来说没有这么忙啊。她可能有时候忙到凌晨，她回到家非常累，跟我说啊，我很累，我现在会卸妆洗澡，然后洗完澡她就进房间睡了。那真的是没有任何的一个沟通的一个环节，哪怕你今天跟我说一下，你们恋爱期间也这样吗？恋爱的时候他可能没有这么忙，其实也差不多，只是我觉得是因为角色不同了，对，可能他要求的东西会多了，以前也一样，一直都是这样子的啊。其实有时候当我遇到这些可能我比较感觉上夫妻俩就他是男生我是女生似的，但是我是觉得有时候我想的可能会比较多一点，但是我去尝试跟他谈的时候，他会有一种很冲很直的那种感觉，就好像要吵架，但是我是不喜欢吵，其实他也应该不喜欢吵架。来，我问问啊，你觉得他对你好吗？他是为我好的，但是就其实不用那么啰嗦。我知道有些事情我知道，只是可能是真的，我觉得是因为角色不同了。谈恋爱的时候一直都这样子，很正常。你们这样吧，你们每人给我讲3件你们俩共同经历的事儿。求婚咯，就是他求婚的时候他也是求婚不算，那叫特殊时刻。我要的是生活时刻。平常我有时候工作就时间太长，就到凌晨的时候，他会不论多晚，他都会去接我。就是我没开车的话，他会去接我。你要开车了呢？开车了呢，他就在家等我。行，这算1件，接你下班，等你下班，1件。第2件，然后他做饭很难吃，但是他有学着去做。这太概念了，这不是一件事儿。就是他会有时候一些小节日什么的，他会有点仪式感。就是我可能一回到家，然后就看到他布置的那些东西。布置的什么东西？就比如圣诞节，他会放一颗小的圣诞不算。那没有了。你看，1年的生活哈，行，这也说明问题。来，先生讲3件。其实他讲的我有想到，但是如果你说节日那些不算，特殊的咱们就讲日常生活嘛，因为夫妻是生活在一起的嘛。就是当2个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你突然让他们说这些事儿，我相信是挺难的。但是我这个事儿可没说是最浪漫的事儿、最难忘的事儿，对吧？我只是让你们各说3件小事。那你们来反思一下，这个婚姻到底是什么？是因为性格问题吗？是因为女汉子吗？是因为男人啰嗦吗？好像不是吧。我特别想问问，就是在这个婚姻当中，2位这1年来都在关注什么呀？听起来好，男生有付出啊，男生在学做饭，对吧？男生有仪式感，男生在等女生回家，男生会接女生回家，那么女生在做什么呢？我在赚钱啊，我在拼搏啊。哦，好，行，接下来问你们俩经济是怎么一个情况？你是全职先生？没有，我也有工作。啊，你也有工作？他是比较稳定的国企的工作啊，然后我是就是我的收入可能相对来说平稳的啊，就不是谁高谁低？他高。谁管钱？应该他管钱。你的钱交吗？交。你没有全交吧？啊，交一部分是吧？啊，这房子是谁买的呀？目前这个房子是他原先有的，女方的房子。对。未来还打算再买房子吗？有打算。有打算哈。行，这个下一步生活还有什么打算吗？如果解决了他的唠叨，解决了他的女汉子，你们还有什么打算吗？其实我们2个的目前的目标还是要拼搏一下，努力点，积累一些，然后肯定以后在我角度可能要小孩的，要有这一步的环节。我觉得年轻拼搏应该是应该的，就不要这么矫情。你们帮着分析分析，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了？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确实，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家庭，很多的夫妻，男人最反感老婆喋喋不休，但是女人呢，又最讨厌男人
沉默无语。但是你们家呢，恰恰相反。其实超传老师刚才让你们说3件事是一个测试，他测试的结果很明白。婚姻生活我们真的不怕有点小争吵，真的不怕有点小冲突，也不怕有一点小唠叨，最怕的是有点小冷漠，有点小厌倦。3个事情都说不全，说明你们的生活当中已经有了这一点冷淡，已经有了这样的一点厌倦，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所以生活当中，我想我们尊重对方，尊重对方的我们存在的一些差异，特别是性格的差异。你去看待性格的这样的一种态度，就是你对婚姻的态度和对配偶的态度，这些我们都是可以去做到的，去修正的。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我想作为妻子的你，可能更多的是需要你的改变。谢谢博宏兄。来，于老师。在外人看来，这对夫妻是阴盛这个阳衰。阴阳的关系呢，我想了想，大概有4种。第一种关系，任何事情都有阴阳啊，手心手背儿，白天晚上，上下啊，男女，我们总是有对抗。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阴阳互赖关系，没有绝对的阳，也没有绝对的阴。这男人和女人他要互赖。那么第3个呢是什么呢？此消彼长，你们俩今天的状态，在你们磨合当中也发生变化。这边如果偏女汉子的话，那边可能就偏柔性多一些，可能会唠叨的会多一些。磨合到一定程度呢，就变成第4种关系，就是阴阳转化，就慢慢真的变成了什么呢？就是阴盛阳衰了。那这里面我们发现4种关系里面，你们俩第2个依赖的关系比较少。刚才主持人在问到有3个生活场景的时候，你们说不出来，那就意味着你们彼此依赖太少了，没有共同的生活。不管怎么样，性格差异化没有关系。在我看来，一个慢性的，一个急性子，那一个油门一个刹车，你粗一点他细一点，其实在某种程度来讲是互补的。但如果没有连接，这个互补就是一种分裂，是没有意义的，补不上，对吧？太遥远了。那么2个人最终要分开的。不管工作多忙，外面的事业多大，有句话说得非常好，家和万事兴。如果最后家出了问题，你的事业外面也不会让你做得非常踏实。所以这里面呢，我希望女方稍稍的把心往回家带一点，关注一点，而男方你说适时的什么少说2句，因为有的时候呢，你那种越要，其实越逼着他反感。一个温馨的家让他搞得很烦，他反而不愿意回家了。好了，就分享这么多。好，谢谢于老师。来，徐总。女生，我问你一个问题哈，你的事业重要还是你的爱情重要？我会觉得爱情已经有了，然后我们年轻肯定是要拼搏。所以现阶段你认为事业是比爱情重要的？对。那女生，我再问你，那你觉得什么时间事业就可以弱一点？家庭最重要吗？起码稳定下来吧。有时间吗？30岁以后吧。30岁，那是几年？5、6年。好，5、6年。但如果5、6年你的事业有所成就了，忽然发现这个爱情没了，家庭不在了。所以说，其实家庭跟事业呢，或者爱情跟事业呢，其实都有相同之处，都需要去经营。不是说你把事业放在一边顾家庭，那个事业一定不会等你，对不对？这你是清楚的。反之一样是这样，你把家庭或爱情也放在那儿，你等着我啊，我先去忙事业 OK， 这块这爱情或家庭也是会消失的。你要意识到这种危机感，因为现在这种状况，其实这种危机是一步一步在向你走来，你只不过浑然不知。如果他再不唠叨点，如果他不再把你试图多往家庭这边拉一点时间和精力的话，你的爱情可能就没了，很危险的。那你奔的事业红红火火图什么呢？图的就是2个人的日子也是幸幸福福的嘛。可是你突然发现事业有了，但是家庭没了，多悲哀。
而两者都有，当然都是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恋人都希望的。但是有那么难吗？其实不难，尤其是在于一个有可以理解你的老公，就不太难，因为他还在每天絮絮叨叨的说你要念我们还有个家庭，还有份情感。其实你就要体谅他的，好吗？继续你的唠叨，但是呢，要找到一种方式让他能够接受，就这样。好，谢谢曲总。来，涂老师，你们结婚多久了？1年，快1年。我有一个细节特别想问一下，就说那个去 KTV 啊，你先去，对，他后来，对，然后他就让你坐他身边去，对吧？就是等于他一来，然后就那些人就全部像让开那样子，让他挤进来，然后我就觉得说这样很尴尬，我就可能开玩笑说句不一定要坐椅，他坐那也可以啊，然后可能他就觉得说啊好尴尬。你跟他结婚1年，你是他的爱人，你明明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想要什么，你在众人面前为什么不给？这个只是开个玩笑啊。所以说啊，在你的自我感受和他要什么比起来，你更在乎自我感受。其实坦率的来说，你把这一辈子去理一理，我们能够给对方的其实不多。每次结婚的时候都说啊，我把我这一辈子都送给你，我这一辈子要把所有最好的都给你，等等等等。其实你仔细理一理，你这辈子给对方的东西其实给的并不多，你给不了什么。那为什么不在对方最需要的一些位置上更多的给对方一些，而自己也损失不了什么？我们如果能够遏制住自己的情绪和自己的自私与贪念，能够充分的让对方舒服一点，其实是我们唯一能够做到的。生活当中，我也是个念念叨叨的人，虽然在舞台上我并不会太多的废话，但生活当中我也是个喜欢念念叨叨的人。我也经常以一种我自认为是比较好的方式，或者是对爱人有作用有帮助的一些方式去说他，我以为，但事实上你会看到对方不爽，对方不舒服，他还要去忍受的时候，你就会突然之间感觉你这所有的一切是没有价值的。那没有价值的东西就没有必要持续下去。如果等到哪一天你们彼此之间知道对方心里想要什么，不需要对方开口，我马上就能应声，马上就能够做出对方内心想要的东西，到那个时候就会产生一丝丝的感动。我相信在你们这1年的生活当中，也曾经有过偶尔的片刻，比如说你刚刚摸上方向盘，他正准备开口，你就说你又要开始唠叨了吧。这么瞬间他就不会再唠叨下去，变成了2人相视的莞尔一笑。所以我觉得默契不够，是因为自己不愿意妥协自己，自己不愿意为对方去着想。1年的时间还太短，还需要多一点的时间。但是在需要多一点的时间的同时，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想一想，这个婚姻当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真的为对方做的东西都是有限的。那既然是有限，那为什么不倾尽全力？好吧，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在这个家庭当中，家庭最真挚的内核是什么？就是这个情感内核是什么？我是觉得挺乏，因为他一说那微信内容，我就会觉得特别乏味。喝水了吗？你怎么回啊？表情啊，或者哦，好，知道了。这就把天聊死了。其实他发喝水了吗？在我的想法，我的理解里面是，我想跟你聊2句，我有点想你了。你看这个，昨天晚上也没见到你，卸了妆也就睡了，早上又匆匆忙忙的走了，是吧？哎，你们吃早饭吗？问个细节。是啊。谁做呀？买啊。在一起吃吗？不在一起吃。所以我们就看这个婚姻生活嘛，我们用细节嘛。不在一起吃早饭，晚上睡觉，卸了妆也就睡去了，太累了，对吧？那啥时候说呢？白天沟通就是喝水了吗？好。多穿衣服，好。
就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人，你居然要通过微信来嘱咐他多穿衣服，我是觉得这个生活挺乏味。但是我说的是我个人感受，不影响你们的感受。也许你们相处的方式。最后就是综合老师的意见了。第一，既然结婚了，就请你们认真的为这段婚姻做一些付出。第二，要做一些情感的有效沟通。这个沟通包括谈，包括一起出去玩，等等等等等等。不要把你们的情感的纽带以所谓的事业发展为借口都剪断了。第三，日子还长，要给彼此的耐心，学会尊重，为对方做一些改变。大概是老师们说的3点，你们想想吧。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各位老师的意见其实也跟我想法是有接近的。因为可能有时候我们的一些沟通啊，或者是方式方法，可能我也有一些做得太过了，或者是实在是太烦人。因为说实话，我是你，我可能觉得我自己烦，但可能有时候有些东西，其实我应该你是理解的，然后我们可能在方式上面稍微的改变一下，可能会走得更远吧，应该在。我可能放多一点时间在家里，然后尽量接受一下你的唠叨，不要太不耐烦，然后多顾及你的感受。哎呀，时间到了，行了，2位开箱。来，请关门。我觉得，如果你的婚姻也是这样的，真的要提起注意了。所以今天先生来这儿是特别对的，就是这个婚姻有一部分消沉的东西，先生其实是感受到的，他只是没说而已。大家可以想一想，一对宣布我们要在一起的人，每天是这样一种生活状态，是这样一种沟通方式，你想想是不是还是有点让你心凉的哈？来看看这对夫妻的选择，请开门。来，来嘛。不然你不会这么快发现我正在将爱一点点说出来。快乐涌现。来，男生放的是什么？女生先说一下。是电影票，就是那么久，可能从一开始，然后的。对，全部电影票。不是，你们是做朋友的时候就一起看，还是做男女朋友的时候一起看的？朋友，然后到男女朋友吧。男生想告诉女生什么呢？就是给她一些细节，因为有时候我会跟她说，今天我们看了这样电影，1年后我们再看一下，好看感觉会不会变了。你拿的是什么呀？就他放的是什么？他放的是我送给他的一个手链，这个手链是有特殊的意义。其实你看到很多一些吊坠。但当时我送给他的时候只有3颗的，为什么？我就想着有一些，因为会过很多节嘛，这些小节日的时候我送1颗有代表的当时我们这段过程的一些，有意义的一个代表的有一些东西的，然后把它当时是说我把它圈满的时候我们结婚，但是好像没圈满就结婚了。你还是要珍惜你这个老公的啊，这么细腻啊。乐了，心里很笃定啊。谢谢2位，请回吧。哎呀，我们这节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站在这边的吧，婚前也弱，结了婚也弱，是因为现在女生都太强了，是吧？显得男人好像很无力的感觉。
来吧，其实不重要，只要幸福，管他谁有利谁无利呢，对不对？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现在请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金鱼 Ap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鲜剂。有网友提问说，我和老公恋爱5年，结婚4年了，我们没有孩子。问题在我这儿，试管呢做了7次都失败了。现在老公家人不满意我，要求我们离婚，老公本人也想离婚，现在一直在外面躲着不见我，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做了7次的试管婴儿，相信你在这7次的试管婴儿当中承受了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你拼了命的想要为他们家生育一个孩子，但是他们却对你仍然不满意，那我倒觉得不如你先对他们不满意吧。记住，女人一定不是生孩子的工具。祝你幸福。谢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